你敢想象吗？在未来10年，中国所有的高速公路、高铁、地铁、机场可能会像一座座债务黑洞，疯狂吞噬掉每一个老百姓的养老金、医保费、孩子的教育经费，甚至是你买1斤大米的钱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正在发生的事实。房地产泡沫已经破了，烂尾楼到处都是。可比起房地产，中国还有一个更庞大、更恐怖的泡沫，那就是大基建。几十年来，中国在基建上的投资累计可能超过300万亿人民币。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？相当于美国 GDP 的10倍，等于把全国14亿人的一生全部绑在了水泥钢筋里。有人说中国的基建狂魔是奇迹，可真相是，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庞大、最危险的泡沫。为什么说大基建是超级炸弹？首先，存量巨大，高速公路、地铁、高铁、桥梁、水电站、核电站，这些工程的建设量远超任何国家。到2024年，中国铁路营业里程突破15.9万公里，其中高铁超过4.5万公里，占全球总量的70%以上；高速公路超过18万公里，世界第一。可问题是，很多地方人口正在流失，根本没人坐车，没人走路，基建成了空城的装饰品。其次，质量堪忧，多少桥梁、高速、地铁塌陷的新闻早已被删得无影无踪。2012年，哈尔滨阳明滩大桥通车不到1年，直接坍塌。2009年，湖南株洲立交桥拆除时突然崩塌，砸伤24人。汶川地震后，成千上万豆腐渣学校，一个个稚嫩生命被活埋，这些事故背后都是腐败。有人统计，中国重大基建工程中，至少30%以上资金被贪腐瓜分，层层扒皮，最后真正用在项目上的资金，往往只剩下1/3。最后，维护费用惊人，桥梁、隧道、地铁、核电站建起来不难，但后期维护却是无底洞。中国财政收入已经捉襟见肘，房地产税收断崖下跌，土地出让金锐减。2024年，全国财政赤字率高达3.8%，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突破40万亿。未来几十年，庞大的维护费用会像吸血鬼一样榨干政府现金流。中国政府和国企不可能像企业一样破产倒闭，因为这是一个典型的软预算约束模式。什么意思？简单说就是亏了可以印钱，没钱可以加税，反正最后都有老百姓兜底。当年苏联就是这么崩溃的，政府和国企死撑不倒，但最后全民破产，货币贬值，养老金没了，储蓄蒸发，人民忍无可忍，才导致体制瓦解。如今的中国正在走同一条路。数据显示，2025年上半年，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3.4%，土地出让金收入更是暴跌超过20%。这意味着政府的钱袋子已经见底，可是债务雪球却越滚越大。根据清华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数据，中国政府和国企的债务总额已超过 GDP 的300%，相当于每个中国家庭都背负着100万人民币的债务。别忘了，人口正在快速老龄化。国家统计局公布，2024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首次突破3亿，占总人口的21.1%。这意味着每5个中国人里就有1个是老人。更糟糕的是，总和生育率只有0.8，比韩国还低。未来20年，老年抚养比接近1:1，一个年轻人要养一个老人。养老金缺口到2035年预计高达10万亿。换句话说，政府没钱了，养老金缺口越来越大，那怎么办？要么加税，要么印钞。而这2种方式最后都会转嫁给老百姓，房贷更重，物价更高，钱更不值钱。
很多人可能还记得汶川地震后的那些豆腐渣学校，可你知道吗？在今天，这种情况依然在大规模上演。哈尔滨阳明滩大桥坍塌、株洲红旗路立交桥事故背后都有腐败和偷工减料。有人估算，中国基建项目平均至少20%预算被挪用。300万亿的总投资，意味着有60万亿人民币可能流进了权贵和包工头的口袋。换句话说，老百姓辛辛苦苦交的税、买的房、交的过路费，最后都被贪腐吞噬。更悲惨的是，中国的大基建、房地产、工业化，统统绑在一个根本救不了的泡沫上——人口。过去40年，计划生育让中国错失了人口红利，如今全面放开3胎，却没有人愿意生。2023年，中国新生儿只有902万，创下历史新低，比10年前减少了一半。专家预测，到2050年，中国人口可能跌破10亿，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快速的人口崩塌。人口少了，基建怎么用？一条高铁动辄几百亿，结果没人坐；一座机场花几千亿，结果客流量不足一半；一个新城区盖几10万套房子，结果成了鬼城。这才是最残酷的现实，人口泡沫破裂，所有泡沫都要跟着破裂。房地产已经崩了，大基建和工业库存还能撑多久？很多人只盯着房地产和大基建，却忘了另一个隐形炸弹——工业库存。这是中国硬撑经济的第3只脚，也是一颗随时可能爆炸的定时炸弹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，截至2025年上半年，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产成品存货总额高达7.5万亿元。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？已经相当于一个广东省1年的 GDP。更恐怖的是，这些库存不是刚需品，而是钢铁、水泥、汽车、光伏板、电动车等过剩产品。钢铁方面，中国钢铁产能占全球的1半以上，但国内需求却连年萎缩。2024年，全国粗钢产量高达10.3亿吨，而需求量不足9亿吨。差额去哪了？出口。但欧美对中国钢铁反倾销调查越来越严厉，东南亚市场也在反制。结果就是大量钢材压在仓库里，变成僵尸库存。电动车更惨。过去几年，中国政府疯狂补贴新能源车，结果2025年上半年，全国新能源车产量超过500万辆，但销售只有300多万辆。剩下的车怎么办？压库存。于是我们看到荒郊野外成片的新能源坟场，数十万辆新车蒙上灰尘，甚至电池报废，沦为废铁。更讽刺的是，很多企业宁愿造出来放着，也不敢减产，因为减产意味着裁员，裁员意味着社会动荡。于是他们只能用债务加补贴的方式，把车、钢材、光伏板一批批地生产出来，再堆进仓库。就像一个绝望的赌徒，不断往火坑里扔钱，只是为了维持表面的体面。这不是发展，这是尸体的堆积。有人可能会问，库存多了，不卖掉就好了？问题没那么简单，因为这些库存背后全都是银行贷款、地方债务和政府补贴。举个例子，一家钢铁厂借银行的钱买原材料，生产出钢材，结果卖不出去，只能压在库里。账面上它有存货资产，但实际上这些钢材卖不掉就是废铁。而银行呢，还把这些钢材当抵押品继续放贷款，结果就是坏账越来越多，金融系统越来越危险。2025年银保监会公布的数据显示，中国银行体系的潜在坏账率已经逼近20%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每放出去100块钱，可能有20块收不回来。更夸张的是，一些中小银行坏账率甚至超过30%。而地方政府更惨，地方政府靠土地财政，
现在房地产凉了，只能靠基建项目刷 GDP。可是基建项目的钱哪来？发行地方债。2025年上半年，中国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额超过2.5万亿，其中60%以上流入了基建。换句话说，中国的财政系统正在用发新债填旧债，用库存掩盖亏损。这就是所谓的软预算约束，最终买单的还是14亿老百姓。如果说债务和库存还能靠印钞硬撑，那么人口问题就是彻底无解的绝境。2025年最新人口数据显示，中国总人口已经跌破13亿大关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走向老龄化和萎缩。联合国预测，到2035年，中国65岁以上人口将突破4亿，老年抚养比接近1:1。也就是说，一个年轻人要养一个老人，这不是社会负担，这是灭顶之灾。养老金缺口已经开始撕裂系统。根据财政部数据，2024年中国养老金收支缺口高达1.3万亿人民币，预计到2030年，每年的缺口将超过5万亿。更恐怖的是，中国的养老金池子里，大部分资金已经被地方政府挪用去搞基建、填财政黑洞了。最终的结局只有2个：一、养老金缩水，老年人领不到钱，晚景凄凉；二、印钱补窟窿，导致通货膨胀，年轻人手里的工资变废纸。这就是所谓的双杀，老人没钱过日子，年轻人被榨干血汗。有人说，中国政府手里还有2000吨黄金和3.2万亿外汇储备，是不是足够救命？别天真了，这些钱是统治者的钱袋子，只会用来保命，不会用来救老百姓。他们早就把孩子送出国，把资产转到瑞士、伦敦、纽约。真正留在中国的，只有几百万亿的债务和一个深度老龄化的废墟经济。事实证明，这场所谓的中国奇迹，不过是人类历史上最大、最残酷的一场骗局。房地产泡沫破了，大基建泡沫迟早破，工业库存已经压得企业透不过气，而人口泡沫正在一点点吞噬未来。未来的中国可能不会轰然倒塌，而是像一具庞大的尸体，在腐烂中慢慢崩解。债务越来越多，年轻人越来越少，城市越来越空，老人越来越穷，生活越来越难。这就是中国的结局，一个由泡沫堆砌的幻想，最终化为14亿人的血与泪。